好了，我刚刚参加完宝马发布会啊，然后这一次宝马发布了他们下一代车型的一个车机操作系统，他们叫做超感智能座舱。那我现在快速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个智能座舱到底有什么新的东西，有什么新的玩法？宝马这一次全新的超感智能座舱呢，由4个部分组成，分别是全景显示屏、向心中控屏、抬头显示以及超感智控方向盘啊，这个名字还挺长的。4个环节采用了全新的设计，目前呢还没有实车能够帮大家真实的去体验，所以我结合发布会现场的视频，配合宝马目前2款概念的车型，带着大家具体的挖掘一下细节。宝马这套超感智能座舱呢，将会搭载在这2款车型当中。对于轿车，此前的那个天使眼大灯，现在更像是天使之翼。这2台车都采用了环保编织材料的座椅和内饰，都采用了电子后视镜，轮毂设计呢被强化了，车窗都被设计的更加宽大。大家更喜欢轿车版还是 SAV 版本呢？我个人是更喜欢 SAV 版本啊。当我们的视线转向车内，我们就看到了这块异形的中控屏。那么我们就来首先聊一聊全新车机系统中的这块中控屏。目前呢，在售的宝马车型当中都是采用条形双联屏，对不对？左侧作为仪表盘，右侧作为主屏幕。而在新一代宝马上，升级成了一块平行4边形的中控大屏。宝马把这块屏幕叫做向心中控屏。整体逻辑和目前宝马车机这块屏幕啊其实是相同的。左侧呢是常用的卡片，右侧是地图，底部是快捷按钮，包括空调座椅舒适度啊这些。此前被放在仪表台屏幕上的车辆状态提示，现在放在了中控屏左侧这个三角形区域。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一个异形的屏幕，第三方应用适配问题会不会很大呀？现场展示了一些第三方应用，比如说看视频和视频通话，其实你能看到就是把2侧的三角形区域给裁切掉了，中间还是一个16:9的屏幕，所以说完全不用担心第三方的适配。不知道为什么讲到这儿，我脑海中突然让我开始求解这个三角形的面积，我也是醉了。那么问题来了。宝马放着好好的矩形屏幕不做，它为什么要搞成一个这个平行4边形呢？我当场就拍桌子质问了一下宝马啊，得到的回答是：首先，这块屏幕它的倾斜角度呢，正好是驾驶员视线的一个延展，就是向着地平线汇聚成一点。我在发布会现场模拟了一下驾驶员的视野，大概可以理解为驾驶员可以用最小的这种转头方向去获得最直观的屏幕信息。第2个原因呢，就是宝马会在这个三角形区域中加入功能按钮，可以在不干扰应用的前提下去完成交互。比如说屏幕中央它是播放一个视频，对不对？这时候2侧三角形区域就可以对车机来进行一些操控。不过这个三角形的不足就是，如果你显示这种定制的图标可能还行，但如果是显示文字，对吧？那个三角形排列它显示效果肯定不好。所以这个部分就要看一看宝马在量产车型的时候，在这个三角形区域内会加入哪些按钮，如何利用好2侧的三角形区域。大家可以关注一下4月的上海车展，那个时候就有真车可以体验了。那么说完中控屏，今天视频的第2部分，我们来看一看宝马这一次的创新交互视屏线全景显示。这一条和视线平行的内容呢，是以抬头显示的形式投射到驾驶员眼前的，而且这是一条几乎横贯全车的投影。那宝马相当于是在风挡玻璃下布置了3套投影设备，当用户在驾驶位置的时候，视线刚好是可以跨过方向盘和中控屏，无障碍的看到全景投影显示。全景显示目前分成2个部分啊，其中左侧也就是驾驶员正前方区域是固定的仪表盘信息啊，显示车辆的状态、时速、电量、剩余里程。推测这个部分是不能自定义的。右侧呢具有6个模块，这个是可以自定义的，用户可以在中控屏上去选择自己所需要的功能，有一点点像苹果之前那个 Touch Bar 一样啊，就你可以把选择的模块隔空投送过去，最多可以自定义6个模块内容。那么都能够自定义显示哪些模块呢？我从官方的演示动画中寻找到了一些踪迹啊。首先可以显示地图信息，可以显示电子罗盘啊，可以显示专辑封面，可以显示空气质量、天气温度、宝马 logo， 宝马 logo 也行。日历信息、热点信号强度，可以显示当前的时间、车辆当前的功率、海拔信息，还可以显示比如说和 CarPlay 配对之后 iPhone 的剩余电量和信号，显示当天的日落时间，还可以显示来电信息联系人名片，还可以显示 AI 助手发布会后的采访，宝马告诉我，下一代车机系统当中，宝马会和中国的 AI 大模型厂商合作，也就是说，国内的宝马车主也可以在新车上使用 AI 功能了。我特意帮大家问了一下，宝马是和中国的哪家厂商进行合作的？宝
马亲切的告诉我保密。总之，在视频线全景显示当中，你可以对车辆的状态信息有一个最直观的掌控，而不需要在驾驶的过程当中歪过头在车机屏幕上困惑的进行寻找。另外呢，不同的驾驶模式依然是宝马非常强调的一个环节。宝马希望能够通过车辆的壁纸、氛围灯，让每一个驾驶者都拥有一个最独一无二的感受。而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氛围灯可以根据你的设定改变之外，全景显示屏也会自动的适配到不同风格，比如说运动模式就会变成那种激情红色，这驾驶爱好者不得热血沸腾啊！接下来我来回答大家比较关注的几个问题啊。第一就是全景投影显示，它是投在了哪个位置？从我多角度的观察，我推测量产车型当中呢，它应该是有一个竖起来的黑色挡片。从目前已经曝光的真车视频来看，宝马应该是采用了超近距离的投影技术，从而让投影和屏幕一样清晰，坐在车里其他位置也能够清晰看到投影的内容。第二个问题，全景投影是否会遮挡驾驶员的视野呢？对不对？在风挡前的一排，从目前官方宣传视频结合我在现场 VR 体验应该是不会遮挡。这条全景投影屏它的高度应该是在这个位置，就如果我们从侧面观察的话，它应该只比引擎盖高一点点。如果车内向前观看，全景屏的视觉高度应该是低于引擎盖的，所以对于大部分用户来说不会遮挡视野。当然了，这个部分4月份上海车展，等我坐进真车再给大家进行验证。第三个问题，宝马为什么选择的是投影而没有放一条显示屏呢？这个部分我自己的理解如果做成显示屏，就很难再做传统的这种3D 抬头显示了。而宝马的全景显示，它是可以和3D 抬头显示实现一个无缝连接的。我们进入今天视频的第3个座舱新升级，3D 抬头显示。宝马是在2003年首创了抬头显示，眨眼过去22年时间发布会现场展示了实时导航这样一个效果。大家可以看一下 HUD 位置呢，其实就是在全景显示的正上方，画面中间类似于这个3D 道路指引，对不对？会根据路况实时的进行指向。这个时候右侧显示的是距离和路口信息，左侧可以预告限速信息。大家注意，这里有一个小细节就是我们目前这段路它的限速是30，而前方路段呢限速则变成了50。那么在没有达到前方路段时 ，HUD 中它会预告就是前方路段50限速这样一个提醒。当你的车逐渐向前开，达到新的限速路段的时候 ，HUD 和全景显示会有一个动画联动，看到了吗？也就是说，现在这段路的限速就变成了50。如果我们开启辅助驾驶，抬头显示呢会变成辅助驾驶的颜色。在这个状态下，驾驶员可以通过中控屏看到全景地图，通过全景视觉显示看到前方车辆的效果，通过 HUD 抬头显示看到3D 导航。这就是宝马要做全景显示屏的原因，它可以强化抬头显示在驾驶员的视野中，使所有信息融为一体。今天视频的最后一个部分，宝马超感知智能座舱的第4个新升级——方向盘。方向盘的第一个改变呢，是变成了现在的4幅，因为全景显示的存在，所以不需要透过方向盘看仪表盘了。现场 VR 体验到这个方向盘，它和现场发布会那个巨大的道具方向盘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是有键位区分的。就宝马是通过把按键区分成不同的高低层级来实现手感上的一个感知变化。我对比了一下目前宝马 i5 的方向盘下一代宝马方向盘从操作逻辑上其实是和现在这个基本相同，但是呢有一些细节改变，其中2代方向盘左侧区域大家可以看一下都是自动驾驶区域。目前这个版本就是现在在售这个版本拥有自动驾驶、调整驾驶模式、设置和调整自动驾驶车速4个按键，而下一代方向盘中呢，左侧变成了7个按键，增加了一个自动停车辅助，增加了一个限速按钮，还增加了一个小车旁边有一个 A， 我不知道这个功能是什么，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而到了方向盘右侧，目前在售的版本，它是音乐、电话、语音助手、设置、音量加减还有一个波轮。而在新的方向盘当中呢，波轮给取消了，改成了上下左右这4个按键，我估计是为了和全景显示屏交互做准备。这些按键不是那种就是你一轻触就能够激活的，而是需要你重按压才能够激活。然后方向盘它会震动一下，去模拟这种机械触感，震动的手感和现在 i5 那个车机那个震动体验是比较接近的。以上就是这次宝马在 CES 上发布的新世代超感智能座舱，我尽可能的给大家挖掘了一些信息。你要买的下一台宝马车，大概率就是这套系统交互。需要说明的是，现场展示的呢还是概念车，宝马还在不断的优化，比如说车辆挂挡这个环节，在2024年1月那个宣传片当中，
当时展示的是拨片换挡，但是在今年 CES 的这个展车上，这个档位切换好像也不一样了，对不对？不过目前可以跟大家肯定的是，它肯定不是转向杆换挡，因为官方宣传片里转向杆明确标注了雨刷啊，应该是和现在的宝马这个转向杆使用体验是一样的。现在下结论呢还太早，毕竟这只是概念车，我们现在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一切都还不确定，所以说大家等4月上海车展，到那个时候一起去揭晓谜底。在采访环节中，我特意问了一下宝马的 CTO，宝马智能超感座舱它的4个环节都是为了驾驶员而优化的，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市面上有很多新能源汽车，他们都在宣传家用，为全家的家庭用户做适配，但宝马却一直在强调驾驶者体验的感受。那宝马是否怀疑过自己这样一个产品定位呢？宝马给我的回答是，每个车企在这个市场中都有自己的角色和使命，而宝马的定位就是为用户提供驾驶的乐趣。他们的产品系列当中同样有适合家庭的产品，也同样有舒适的2排。如果只关心家庭用户而忽略掉驾驶的乐趣，那么宝马会丢失掉自己在市场中的定位。这也是宝马一直以来强调以驾驶者为中心的核心原因。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也迫不及待在4月的上海车展中去实际亲自体验看看宝马这套车机真实交互感受如何。我是周文泽，我们4月再见。